大家好，最緊要靚聲。今次我哋講避震釘腳或者避震機腳。好多音響發燒友都會知道，避震其實係一個簡稱，一個統稱。無論係吸收諧震，又或者係導走諧震，又或者係截斷外來入侵嘅諧震，我哋清一色都會叫做避震。其實如果我哋叫調震，應該更為恰當。調震即係調節諧震，並唔係話要完全消滅諧震。調震即係將器材喺工作時自家所產生嘅諧震，又或者外來入侵嘅諧震，我哋將佢調節到一個迎合，甚至係取悅人意嘅最佳效果。如果單單係要高度咁消除諧震，將諧震降到一個最低嘅水平，我諗如果將一件器材擺喺一個沙池度，然後器材上邊又擲滿咗呢啲嘅鋼珠沙，同佢吸震化震，我諗呢部機嘅諧震水平應該會降到最低，但係亦可以想像得到，咁樣唔會靚聲，聲音會較為死死呆呆，了無生氣，弱音細節高音都會大打折扣，因為佢冇咗一啲有益嘅諧震。記憶所及，最早出現嘅避震釘腳可能係 Tito， 但係年代久遠，我手上冇任何嘅資料或者圖片。去到80年代尾90年左右，出現咗一款名重一時嘅王者釘腳，佢就係高文 Kong。當年高文為音響發燒友帶嚟咗幾個重要嘅調震校聲理論基礎。第一個基礎理論係諧震係較為容易由闊面傳向窄面。假設呢度係基底，基底嘅諧震就會由闊面收窄傳向窄面。如果調翻轉，諧震係冇咁容易由窄面傳向闊面。第二個理論係諧震較為容易由較柔軟嘅物料傳送向較硬嘅物料。呢個部分係用銅做，下面係更加堅硬嘅鋼，咁諧震就更加容易由上面傳落下面。咁釘中心有啲直膠，直膠係作為緩衝校聲用途，令到音色唔使咁冰冷。第三個基礎理論係由高盟 Pierre Leung 提倡嘅 Mechanical Grounding 機械式接地。Mechanical Grounding 係一個兩軟一硬嘅3點式支撐結構。廠方認為要先揾到器材嘅諧震點中心，假設呢個部分係主要諧震來源，咁就喺呢個部分嘅中心擺一粒硬釘腳，將諧震導走。另外嗰兩隻腳唔可以有硬接觸，要用膠腳。呢款係高文當年嘅旗艦喇叭 Epilog。呢度係採用咗機械式接地單點落地設計。放大呢個位置睇，係咁嘅。Pierre Leung 有自己嘅品牌 Audiomaker， 同時佢亦都有為高文設計器材，所以呢兩個品牌嘅產品都有用上機械式接地結構。早在20幾30年前，香港已經有一個品牌採用咗機械式接地技術，佢就係 Sound Mechanics。當年嘅 Sound Mechanics S5 腳架已經有應用到單點傳震落地嘅機械式接地概念。呢條棍係活動式嘅，唔係鑲緊喺個腳架度嘅。咁棍上面可以直接將喇叭嘅震動傳落下邊。呢度後邊係沙箱，要嚟做吸震、化震等緩衝用途。廠方稱呢個技術叫做 DMG， 意思可能係 Direct Mechanical Ground。當年 Sound Mechanics 嘅另一款腳架 S35 亦係應用咗呢種單點傳震落地嘅機械式接地概念。
DMG。呢條柱係將喇叭嘅震動直接傳落地，但係後邊呢兩點就唔係啦，係連接到後邊嘅沙箱。關於釘腳，尤其是木釘，我有少少自己嘅睇法。首先，我會將釘腳拉到最邊擺放，將佢遠離中心。我覺得咁樣擺聲音會清晰開揚一啲。另外，如果嗰部機可以擺4粒釘嘅，我又鍾意4粒釘嘅擺放多過3粒，即係每個角擺1粒。我覺得4粒釘嘅擺放，音場會更加開揚清晰，同埋有一種四平八穩嘅感覺。如果用4粒釘嘅時候，3隻腳企得穩，一隻腳企得唔穩，我會用一塊薄嘅木皮攝返企唔穩嗰隻腳，等佢同樣可以腳踏實地。喺一啲較為細件嘅器材，好似呢部無弦前級咁樣，一般嚟講我都會用3隻釘腳。如果器材大件，我就會盡量用4隻釘腳。至於木釘腳向上向下擺放，我都有少少體會。我覺得如果用闊嘅一面貼住器材底部，聲音係最濃郁厚壯。如果調轉，用小接觸點嗰邊放喺器材底，聲音係最清晰爽朗，弱音細節都最多。所以如果你覺得器材清晰度、彈跳力都好，但係唔夠肉地，我就提議你哋用呢種正常嘅方法擺放。但係如果相反，如果覺得器材已經相當濃郁好味，但係清晰度、彈跳力唔夠，我就提議以小接觸點呢個方法擺放，釘尖向上，拮住器材底部，以提升分析力、清晰度、彈跳力。至於幾粒釘向上，幾多粒釘向下，就要用耳仔收貨。好似呢對單聲道功放咁樣，聲音已經相當濃郁好味，唔需要好似隔離部 M 咁用咁多木嚟調味。我而家為每部單聲道用3粒木釘校聲，放喺佢原裝3隻膠腳。前面我用呢種木釘，並非傳統嘅釘尖向下，而係釘尖向上，放喺呢條邊下面。後面又係釘尖向上，放喺中間位置。而家用3粒木釘都係釘尖向上，我覺得聲音係最清晰爽朗，聚焦力最強。唔知而家發燒友會唔會有一個問題，就係究竟我哋用避震釘腳嚟為器材調震校聲，係要依足廠方指引，定係相信自己耳仔聽聲收貨好呢？我頭先所講釘尖向上向下都係講緊木釘，因為木釘唔會拮花機底。但係如果你用呢啲金屬釘，釘尖咁鋒利，我梗係唔提議你用釘尖向上嘅擺法啦，無謂拮花機底。